嗨，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恩主，有我一切都安啦。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提供白话医疗、照顾技巧、社会福利与服务输送等资讯给社会大众、社工系学生或是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一些滋养或工作技巧等知识，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每年都有许多社工系毕业生、学分班和社工工作者要进京赶考。社工师从早年的检核考到现今的社工师考试，从试题的申论题到选择申论混合出题。社工师国考应该说是考选部最热门、收益最佳的一门考试。为大家科普一下，社工师分为两种，一种是社工师考试，另外一种考试是专科社工师考试。本集主要讨论的是前者，社工师考试。社工师考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社工年资低于5年，没有申请减免，要考国文和6科的专业科目，就是全考。每年2月到10月，卫福部会接受审查，审查前1个月会公告。请注意卫福部社会救助师的网页，社工师的考试分数计算上，如果全考全科，国文占10%，专业科目占90%，也就是说，专业科目都考了60分，平均是54分，国文至少要占60分。的10%是6分，这样子才会及格哦。只要有缺考或有1科0分，专业科目未满50分，都会算是不及格。如果有减免学科，就是把所有分数加总除以科数，平均分数达到60分就算及格。社工师考试只有在学校勤奋读书的学生，比较能够在毕业后顺利考上，但是一般人都很不容易一毕业就考上。像我就是没有补习，考了10年，经常差0.5分，以至于有好几次什么下一次就会考上，这些都是谎话。如果你问我再考一次会考上吗？我想应该不会，因为考完大家都把东西忘光光了。准备社工师考试有3个心态要特别注意。第一，社工师不代表什么，只是某些工作需要这一张纸。社工师比社工员伟大吗？其实也没有。社工师只是一些医疗法律上的需要，如此。如果在身心障碍的组织里面，社工师对于身障没有经验，对于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就在专业上面也跟一般新进的社工员没有两样，但是薪水会比社工员多了社工师加级。这样，如果用同工同酬的概念，社工师什么都不知道，跟社工员一样，那你有什么资格比别人领更多的钱呢？
产值也没有比一般人还多。第二，社工师考试不是学校考试，社工师考试跟在学校考试不一样。如果你在学校考试都在及格边缘，那可能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学校读书，你可能会取长补短，把重点放在擅长的部分，不好的部分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但是国家考试很难猜今年会考些什么，考试范围又非常的大，近5年考试都有一个方向，看到申论题目很难分别要怎样回答它，因为社会工作管理的题目有时候有社会工作或政策立法的问题放在一起，不同科目的混合问题考的不是单一学科的概念，还有其他学科的概念，是考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要读，而且要读得广，加上实际的状况，答题才有机会写得多。第三，每年都要缴报名费，练手感。虽然社工师考试只求65分，国文只要有20分就会上了，但是现代人很少用笔写字，绝大多数都是用电脑打个案报告，写个案记录。如何用手写文字，而且要写得够长，这些都是需要平时的练习与努力。平时不唬烂，就很难写出东西出来。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